大家好，我是戴着镜拿着话筒的拉斯加偏偏。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《神探夏洛克》第1季第1集粉色研究。最近伦敦接连出现了3起离奇自杀案，3起案件有诸多相似性，警方也认定3起案件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关联，但实际调查情况却没有丝毫进展。花生是一名退伍军医，曾在阿富汗战场受伤，回国后花生右腿走路有点跛，左手间歇性颤抖，心理医生诊断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。这天花生在公园遛弯，偶遇前同事胖胖，胖胖问花生最近过得咋样，花生说伦敦房租太贵，都快赶上北京了，想找个室友分摊一下房租。胖胖一听一拍大腿，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他刚好就认识一个人也想找室友，那就是我们的主角夏洛克卷脸长福尔摩斯，以下简称卷福。卷福的爱好是玩小皮鞭，好吧，这其实是卷福破案的独门秘籍，通过抽打尸体来获取信息。胖胖带花生来到医院找卷福，卷福来了一招欲擒故纵，他故意向胖胖借手机要发短信，胖胖说手机在外套里自己拿，花生上钩了，说用我的吧。卷福毫不客气的用完手机，还秀了把预言家的技能。 Afghanistan or Iraq? Sorry? Which was it, Afghanistan or Iraq? 卷福又说我很喜欢你，我们一起住吧。花生说咱们还彼此都不了解，你这也太快了吧，起码先一起吃个饭看个电影逛个街啥的吧。卷福瞬间霸道总裁附体，我了解你就足够了，你是一个去过阿富汗的退伍军医，你不想向哥哥求助，因为他可能是个酒鬼或者刚抛弃自己的妻子。你的心理咨询师认为你这缺的是心理负担导致。好了，不要崇拜我了，我就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男子夏洛克福尔摩斯。明晚7点贝克街221B 号，不见不散。这腿是租来的吗？地址是什么2B？ 大哥你再说一遍啊。第二天，花生扫遍了整条贝克街，终于找到了卷福住的221B 号。正赶上探长老雷来找卷福寻求帮助，原来又发生了第4起自杀案，而这次死者在现场留下遗言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卷福高兴的跳起舞娘。4起连环自杀案，真是赶上过年了。花生是军医，卷福正好也缺一个助手。这一刻，花卷组合正式合体。在车上，花生好奇卷福如何未卜先知。卷福解释说，首先从发型、站姿的说话可以推断出你是一名军医，脸上是黑，手腕没黑，不是弱光晕，说明刚从国外回来。明明是跛脚，却宁愿站着不愿坐下，说明是战场受伤心理原因导致的跛脚。晒黑加战场受伤，不是阿富汗就是伊拉克。你用的手机很贵，却找人合租，说明他是别人送的礼物。手机上这么多划痕，说明经常和钥匙、硬币放在一起。这么粗鲁对待饰品，证明他是别人的手机。最后手机背后刻着海瑞花生的名字，肯定是送你手机的家人。再加上手机款式新颖，你也没地儿可住，所以手机一定是你亲哥送的。另一个名字克拉拉，如此贵重的手机加上吻合，说明他俩是夫妻。手机只用了6个月就送人，说明俩人离婚了。充电孔很多划痕，说明他经常喝醉后充电。你自己找住处又不寻求他帮助，不是你喜欢你大嫂，就是你讨厌你哥酗酒。花生直呼666，老卷没毛病，不过怕你骄傲，只能给你99分，因为海瑞不是我哥，而是我姐姐。来到犯罪现场，卷福开始分析，死者地板上留的遗言是 RACHE， 可能是指人名 Rachel， 死者年龄30多岁，一身粉红职业装，说明他是传媒界的人。其他首饰都定期保养，只有婚戒内圈光亮，外面很脏，说明他经常把戒指取下来。再结合指甲和工作来看，说明死者背着老公在外面有很多情人。外套潮湿，说明淋过雨。领子下也是湿的，说明死者曾立起领子挡风。左边口袋有伞，但他没有，一定是风太大无法撑伞。但是手提箱说明他打算在伦敦过夜，但衣服没干，说明行程不会超过2-3个小时。用手机查一下那个时间段又刮风又下雨的地方，推理出死者来自于加德夫。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我要是好好说话的话，我怕你受不住啊。老雷不识趣的打岔道，现场根本没有手提箱。卷福突然兴奋起来，那肯定是被凶手拿走了呗。说完就一个人跑去找箱子，独留跛脚的花生一人回家。回家路上，花生被神秘人带走，神秘人自称是卷福的死敌，想收买花生监视卷福。花生拒绝，临走前神秘人让花生伸出左手，说他并没有创伤后应激障碍，只是无比怀念战场上的感觉。花生一瞬间像是被看透了一切。回到了贝克街221B 号，卷福叫花生用他的手机发条短信，你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就是想借我手机发短信？对呀。原来卷福找到了死者的箱子，因为粉色箱子太显眼，所以凶手丢在了附近的垃圾堆里。但箱子里和死者身上都没有手机，那只有一个解释：凶手拿走了死者的手机。卷福让花生给死者的手机号发了条短信：我在诺森伯兰大街22号等你。按照凶手的心态，很可能真的会去。果然，刚发完短信，凶手就回电话了。卷福邀请花生一起到那个地址对面的一家餐厅守株待兔。此时，一辆出租车出现在了那里，停留了片刻又开走。卷福和花生起身追赶，凭借脑子里的伦敦地图，二人抄近路，冒充警察拦住出租车，却发现出租车里只是普通的美国游客。当然，俩人也不能算一无所获，因为卷福证明了花生的跛脚确实是心理因素。刚才着急追人，花生忘了拿拐杖，但是依然健步如飞。回了家后，俩人发现老雷又来了。据调查，死者的女儿 Rachel 在出生前就死了，但卷福坚信 Rachel 是死者留下的最后线索，而现在只剩一点头绪了。Shut up, everybody! Shut up! Don't move, don't speak, don't breathe. I'm trying to think. Anderson, face the other way. You're putting me off. 突然，卷福明白了所有真相。死者下车时就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他故意将手机留给凶手，就是要引导我们。Rachel 不单是他女儿的名字，也是他的邮箱密码。死者手机有 GPS， 登录邮箱就可以在线寻找定位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这一查发现手机定位的坐标就在他们楼下。此时，一位老司机走了上来，看到他，卷福瞬间明白了为什么死者在闹市被诱拐没目击证人。什么样的凶手即使互相不认识也能相信对方，无论去哪儿也不会招人怀疑。真相只有一个，凶手就是出租车司机。司机发短信引诱卷福下楼，向卷福承认自己就是凶手，还说如果卷福报警，就永远不会知道他的杀人手法。想知道就跟他上车。卷福说你当我傻啊，然后就上车了。
司机将卷福带到一个放学后的学校，说这里将是他的葬身之地。另一边，花生通过 GPS 定位也向学校赶来。司机说自己从来没有杀死那些人，他只是和他们玩了一个游戏，有2瓶药丸，一个有毒，一个没毒。司机会让对方先挑一个，自己则会选剩下的那个。俩人同时吃下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玩了4次了，司机从来就没输过。卷福说：“你这种纯粹赌运气的弱智游戏，我才不玩呢。”司机说：“这个叫博弈，你懂个屁啊！”卷福再次发动技能，你脖子后面有剃须膏没擦干净，说明你是一个人独居。身上的照片撕掉了，孩子他妈说明你老婆跑了，孩子不在身边。身上的东西都用了至少3年，但是衣服刚刚洗过，说明你拼命保持现状，却又对未来很茫然。得出结论，你得了绝症，时日无多，所以才杀人玩。司机承认自己得了脑瘤，命不久矣。幕后有人赞助他，每杀一个人就会给他孩子打一笔钱。紧接着，司机使出激将法，说卷福不敢选是怕输给自己。卷福随手拿起一片药丸，张口就要吃下。此时花生赶到，一个百步穿杨击中了司机。卷福逼问司机幕后黑手到底是谁？司机临死前惨叫着说出了幕后黑手的名字：莫里亚蒂。卷福震惊了，莫里亚蒂是谁啊？我不认识啊！案子终于破了，而那个让花生监视卷福的神秘人再次登场，难道他就是幕后黑手？不是，这货其实是卷福的亲哥哥。第1集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本集标题：粉色研究，改编自柯南道尔1887年的小说《血字的研究》，这也是老爷子第1部以夏洛克·福尔摩斯为主角的作品。剧情方面，本集更是极大忠实于原著，两者都讲述了花生如何认识卷福，并一起解决了第1个案子。原著中凶手是马车夫，本集凶手变成出租车司机，其实算是相同的职业。原著中凶杀案发生在劳伦斯顿花园街3号一所无人居住的房屋里，本集中第4起案件也发生在劳伦斯顿花园，所以是相同的案发地点。原著中婚戒是凶手的，但被他不慎丢失，福尔摩斯把戒指当做了重要的破案工具。本集中婚戒变成了一位死者的，但也是关键证据之一。唯一做了较大改编的就是 Richard 这个点。原著中 Richard 的意思是复仇，马车夫的杀人动机也是为多年之前的悲惨爱人复仇。本集编剧巧妙地将 Richard 改为名字 Rachel， 并把它作为了死者的邮箱密码。凶手的杀人动机也变为将死之人甘愿被人利用的反社会行为。这样的改动既让人意想不到，又符合现在的设定。其实本集凶手的杀人手法算不上高明，他只是以司机的身份先诱拐目标上车，再拿假手枪逼迫死者和他玩选毒药的赌命游戏。原著中2粒药，一粒有毒，一粒没毒。马车夫也是逼被害人选一粒，自己选一粒，然后俩人双双吞下，让老天决定他们的命运。本集最后，司机和卷福对决的时候也选择了这种方式。但关于本集中2瓶药到底有没有毒，也存在很大争议。网上主流说法有3种。第1种说法，2瓶药都有毒，但司机有解药，司机杀人的目的就是为孩子赚钱，当然是多赚一片是一片。本集也没有具体演绎前4个案件的过程，因此我们也无从得知司机到底有没有解药。第2种说法，2瓶药都没毒，选对选错都没有意义，司机激怒卷福吃下，只是想在心理上战胜他，给卷福精神打击，顺便告诉卷福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但这种说法很少人站，毕竟前面真的有4个人中毒而死。第3种说法，2瓶药1瓶有毒，1瓶没毒，这样既符合原著设定，也符合本集中最后司机说的心理博弈游戏，所以选对选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莫里亚蒂利用这样一个属性不明的博弈游戏，给自己的出场加了一层厚厚的迷雾，让人期待又让人害怕。不管卷福最后选的是有毒还是没毒，花生的最后一枪可以说是救了卷福，也正是花生的出现弥补了卷福这个天才的最大弱点——自负。对卷福来说，花生不仅是工作上的搭档，更是他唯一的朋友。几分钟的视频很难将一集好剧的所有情节和看点概括。如果你也喜欢《神探夏洛克》这部剧，不妨去相关视频网站看一看完整版。来了个拜。